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1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美国经济真的陷入衰退了吗？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跟踪报告指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大多数华尔街经济学家一直指出，未来负增长的可能性会增加，但至少要到2023年才会出现。然而，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指标实时跟踪经济数据并不断调整，第二季度产出萎缩了 2.1%， 再加上第一季度 1.6% 的跌幅，这符合经济衰退的技术定义。本周的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进一步疲软，通胀调整后的国内投资迅速下降，使4月至6月间的消费进入负值区域。本季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利率上升。为了遏制通胀飙升，美联储自3月份以来已将其基准借贷利率提高了 1.5个百分点，今年剩余时间甚至到2023年可能有更多的加息。美联储官员表示乐观，认为他们将能够在不使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抑制通胀。然而，主席鲍威尔本周表示，降低通胀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本周欧盟一次小组讨论中，鲍威尔被问及他将告诉美国人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飙升的生活成本问题。他告诉公众，我们完全理解和认识到人们在应对通胀上升时所经历的痛苦，我们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以及使用它们的决心，我们致力于并将成功地将通胀率降至 2%。这个过程很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更糟糕的痛苦将是未能解决这种高通胀并允许它变得持久。这是否会变成衰退尚不清楚。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指出，连续2个季度的负增长已经没有必要宣布经济已进入衰退。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从未连续几个季度收缩，并且从来没有陷入衰退中。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看到放缓的增长前景，在过去2周内大幅下降。股市并没有从最近的下降中得到任何喘息。GDP Now 数据中描述了同一个问题，即美国经济正在迅速降温。随着更多数据的更新， GDP Now 模型将变得更加准确。欧央行也将进入加息模式了吗？欧元区通胀率在6月份创下历史新高，将促使欧洲央行进行11年来的首次加息。根据欧洲统计局周五公布的初步数据，上个月整体同比通胀率为 8.6%， 这超过了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的民意调查预测的 8.4% 的通胀。5月份的通胀率已达到 8.1%， 这意味着欧元区国家的生活成本继续飙升。本周，德国公布的通胀率环比下降了 0.5个百分点，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专家表示，这是由于新的政府补贴减轻了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这还没能真正抑制飙升的通货膨胀率。但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和西班牙在6月份都经历了新的通胀记录，后者自1985年以来首次超过 10% 的门槛。欧洲央行发誓要应对物价飙升，定于7月下旬举行议息会议讨论，并宣布加息。央行表示将在9月再次加息，这意味着今年其主要利率可能恢复到正值区域。欧洲央行自2014年以来一直处于负利率水平。本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释放出鹰派的语调。然而，由于担心未来几个月出现经济衰退，人们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未来越来越有疑问。如果央行迅速加息，这可能会在经济已经开始放缓的情况下，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最近的商业活动数据表明，欧元区已经失去了增长的动力。问题是，欧元区今年是否会设法摆脱衰退，或者衰退会在2023年显现？贝伦贝格经济学家预测，2023年欧元区将出现衰退， GDP 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 0.8%。到目前为止，
欧洲官员一直避免谈论经济衰退。然而，法兰克福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经济放缓是他们需要监控的主要风险。随着政策制定者对他们的负利率政策越来越不安，我们预计从9月份开始将看到更大的加息，到年底存款利率将升至正 0.75%。2022全球10大最宜居国家排名有加拿大和美国吗？众所周知，加拿大人为其国家感到自豪，现在又有了另一个吹牛的资本。CS Global Partners 于2022年发布了世界公民报告 WCR， 加拿大在世界上宜居名单上进入了前10名。根据 CS Global Partners 网站的说法，世界公民报告是一项调查，以便世界公民知道哪些国家提供令人满意的生活质量和最高的生活水平。该报告依赖于5年来收集的研究数据，并介绍了世界公民指数 WCI 中收集的数据。根据 WCR 网站的说法，该报告不仅关注通过使用传统概念来评估公民的伦理观点，相反，它更加重视对于塑造属于一个国家及其国民身份的关键领域所持有的多元化态度。胜选的国家是通过各类指标的调查来确定的。该调查根据生活质量、经济机会、全球流动性、金融自由以及安全和保障等因素对国家进行评级。位居榜首的是瑞士，总体得分 88.1 分，第二位丹麦，总体得分88分，芬兰和挪威并列第3位，总体得分 86.9 分，4新西兰86.8分，5荷兰85.9分，6日本85.8分，德国和新加坡并列第7 85.7分，加拿大和冰岛并列第8 85.5分，9奥地利84.8分，澳大利亚与卢森堡并列第10位 84.6分。该报告共研究了全球187个司法管辖区，英国84.2分，排位第12位，法国81.1分，排位第16位，西班牙80.1分，排位第19位，美国80分，排位第20位，排在 G7 国家的末尾。中国58.3分，排位第76位。乌克兰57分，排位第80位。俄罗斯56.7分，排位第82位。叙利亚33.1分，排位第153位。阿富汗32分，排位第155位。排名垫底的是索马里24.8分，排位第185位。拜登的健康状况刻意被隐瞒了吗？白宫医生正在努力隐藏拜登的健康状况，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及其内部核心团队已经宣布，拜登计划在2024年再次参选，届时他将82岁。没有人能够真正相信，这不仅仅涉及拜登的年龄，同时涉及他的健康状况的问题。与此同时，很大一部分美国公民已经对拜登的能力表示怀疑，尽管最近有人揭露，拜登需要提示卡来提示每次相关的行动。这一表现被视为拜登患有帕金森或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迹象。周五，拜登做了结肠镜检查，他的医生宣布他的大脑很健康。人们疑问他的认知测试报告在哪里？这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巨大疑问，尽管白宫的每个人都对此事守口如瓶。很明显，从拜登经常奇怪或困惑的行为来看，总统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根据 McLaughlin 与 Associates 发表的一项调查，这就是为什么 59% 的选民希望拜登进行认知测试并公布结果的原因。但白宫发布的这封6页纸的报告揭示了他第一次正式体检的结果，却没有提到拜登的认知能力。这是为什么呢？美国媒体得到了很多并非白宫医生 Kevin O'Connor 提供的细节，例如一个息肉从总统结肠中切除。O'Connor 医生说，从非常详细的神经系统检查中得出结论，这是令人放心的。拜登没有帕金森病或多发性硬化症。
但他确实对拜登的行走步态表示担忧。他说，总统的步态似乎比过去明显更僵硬，协调性更差。O'Connor 医生推测，这一变化可能与拜登去年给狗洗完澡时在垫子上绊倒有关。他的结论是因为拜登脊柱的骨关节炎所致。步态障碍，特别是更僵硬、更短、更不协调的步伐，就像我们在拜登身上看到的那样，通常与痴呆症有关。这就是为什么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临床医学教授 Mark Siegel 博士告诉福克斯新闻，他担心奥康纳医生的报告遗漏了关键信息。副总统哈里斯由于令人忧虑的采访以及空洞的讲演，导致他在最新的今日美国萨福克大学民意调查中只获得 28% 的支持率，比拜登糟糕的 38% 还要低整整10个百分点。民主党战略家们正在恐慌，他们不再对拜登或哈里斯参与2024年总统竞选感到安心。他们正在寻找替代方案。前总统奥巴马正在敦促将希拉里·克林顿再次列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尽管奥巴马的想法被民主党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强烈抵制，因为他们认为希拉里是一位令人厌恶的政治家。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